everyone， 欢迎来到明眼看世界，我是大明。本期我们邀请到一位生活达人，他将为我们分享如何开泳池。有请刘胜。大家好，我叫刘胜。应李明邀请呢，我今天为大家展示如何在开春之后把泳池设备连通好，进行排水，进行水处理。4月底开泳池是不是有点早啊？在蒙特利尔这个地区呢，冰雪完全融化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基本的处理。首先呢，就是用这个捞网呢，把浮在水面上的或者说漂浮在水中的这个大颗粒捞净，这样的话比较干净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进行这个叫连通这个水泵的处理。基本的时间呢，大约在4月初。那么这时候的水位呢就非常高，基本上就是在快满了。然后呢，如果说再接着下雨什么的，就有可能会溢出来。连通水泵的这个操作，把泳池打开，进行排水，进行清理卫生的工作吧。理论性的东西也不是很多，全都是实际操作。我尽量呢展示的细一点，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初学者，尤其是初学者，对他们是有帮助的。尤其是我是有帮助的。我这个视频也得反复看。OK， 那咱们就开始吧。好吧，好，咱们开始。开泳池呢，基本上就是拆除和安装的过程。那么拆除所指的呢，就是现在这个 skimmer 里边有一个堵塞儿，就 skimmer 去往水泵的这个通路要打开。还有呢，就是拆除泳池壁回水，从水泵泵来的水回到泳池的这个塞子。但呢，现在水呢比较凉，我们可以在排水到一定低位的时候再去拆导流孔那个塞子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实际操作拆除的实际操作呢，我们从这个 skimmer 这孔打开开始。那么第一个就是拆除这个 skimmer 里边的堵塞。我这个是一个长臂的，我在水面上就可以把它打开。很多人呢是家里用这种短的吧，你手要伸到水里边去，那么去把它打开，用那个扳手啦，或者说这是一个专业的工具吧，它是可以把它这个卡住，然后去拧开。第二个拆除呢，就应该是泳池壁上的导流孔。那么现在水位比较高，我们现在主要是为了排水，所以说可以晚点去拆除它。那么安装呢，主要指水泵的安装。那么大家过来看一下，冬天我们关池的时候呢，是把一些设备呢拆下来放到这个篮子里。冬天我们拆除的设备呢，现在就要安装上。那么都有什么呢？都有水泵的2个堵塞螺丝，一个在中间，一个在端头。然后呢，就是过滤罐上的这个设备，一个是小的水瓶、压力表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做塞子。其实你不封它原来也有，但是呢就是不那么好吧。然后你封完之后就是能够起到更好的密封作用吧。我们那儿我记得叫生料袋。对，生料袋。咱们就是每年开池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的，都是做好这准备工作。对，那么这个是水泵的螺丝，我这个是带有柄的，很多是就需要扳手来扳的，我这是带柄的，直接就安装就行了。它这个下边呢是有这个叫密封圈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部。OK。好，拧2口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个端头还有一个螺丝。压力表的安装呢，到最后呢，你要把这个面呢冲上，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这个去观察它，去看。对，好。然后小的水瓶。有些时候我们在去年摘这个东西，很有可能胶圈会留在里面。对，但是一定要有胶圈，否则会漏水。对，一定要有胶圈。生料袋呢，就是能起到更好的防止漏水作用。
用手扭拧就行了。欧了。然后下边这个就是盖子，它这里边也有一个红色的这个胶圈，它等于是堵的，防止漏水。好，安装就完成了啊。我们设退连通完成呢之后呢，就是要打通水路。泳池的水呢是通过2路水进到水泵的，一路呢就是我们泳池底部中间那个白色的，它叫 Manjui。另一路水路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摘除那个塞子的，它叫 Skimmer。这2路水呢，然后走向水泵。来到水泵这边呢，有个3通阀门。这个3通阀门呢，现在来看呢，就是它是off 在这个 Manjui 这一端，用它来封闭这个叫水路吧。冬天我们关池的时候封闭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打开，给它松动。旋转就到中位上，这样呢就是 Manjui 呢可以进水，然后呢这个叫 Skimmer 可以进水，这是平时运行的。这个阀门呢，它是能封闭 Manjui， 封闭叫 Skimmer 和中位运行，有卡口是不能够封闭这叫进入水泵这一端的。那么平时运行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调整它的叫来水的大小吧，你这样呢，就是在45度角，就是 Manjui 的来水比较少，你这样呢，就是 Skimmer 来水比较少啊。这是来水，来水之后呢，是经过这个水管进入到过滤罐。现在过滤罐呢，我们这个把手是在这个叫做 Winter 状态。那么每次调节这个阀门的时候呢，要在关闭电源的状态下，然后用手压起来它，然后调整到你需要的位置。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叫 West 的档，我这个呢要排水，水来了之后不经过过滤罐，只经过这个过滤头去排水，然后走到这个排水管。我这个排水管呢是到那边的，然后从那边到地下，一直就排出去了，一直排到接路上去了。我刚才是在 Winter 状态下，是关池状态。那么我最现在用的就是调到 West 档。那么它这个叫 Filter 档 ，Filter 档是过滤档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 Backwash 档，就是1周或者说是10天左右，你要进行 Backwash 一下，就大约用3分钟左右。然后呢，这叫 Rinse 档 ，Rinse 档是漂洗档，漂洗档呢是为了 Backwash 完之后，再把它用半分钟时间漂洗。正常运行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在 Filter 档，99%状态是 Filter 档，是用过滤状态，使水过滤更干净。我们今天打通水路呢，我用到的是 West 档，现在已经就是通路了。如果你用在 Filter 档或者说是 Backwash 这些档位的时候呢，你还需要打通水路。那么好比说，在 Filter 档的时候，它进到沙滤罐，然后过滤完之后，这个水要通过水路到这儿，然后再进到这块的时候呢，你打通这个档位呢，就它直接回到泳池里边了，通过那个泳池壁的回水管，它就回里边去了。那么你还可以把它关了，进到这个叫做加热器，那么这是进加热器，这是出加热器，然后呢，它再回到泳池。这就是泳池的通路。哎，你家这个加热器怎么像个空调的那个外机呢？它其实就是一个空调，就是一个空调，跟那个性质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里边是水，不是氟利昂。但是这个你的空调外机在别处还有一个，对吧？这块有个空调外机。是这个是这样的。它说白了就是一个加热功能的空调机。空调压缩机。它是水，里边流动的是水。它是电的，不是 gas 的。对，电的，我这个是电的。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呢，这个管路里边全是空气，我们要注入2-3桶水，这样的话呢，用水来把空气排出去。好，它进入水管了，然后还往外冒泡，那么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它里边的空气再往外挤出来。这得加几桶水啊？根据你的管路的长短吧，加个1-2桶水最好。这样的话就是你更有利于
这个把水带上来。哦，因为里边有空气的时候呢，空气太多呢，就是你的时间会长，叫水泵空管时间长。然后我们盖上盖子之前呢，要把这个叫做密封圈要拧的时候呢，两边拧，这样的话就有那个它的压力就保持是相同的。这个里面呢，尽可能让它保持真空状态。好，我们就开始通电。我这个是机械式的。通电之后呢，它是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个水带上来，因为我们刚才加了这个水进去，是管路里边充满了水，这样的话呢，带上的水更快一些吧。现在进来这个红色呢，是我冬天在 skimmer 里边倒入的这个叫防冻液，还真是防冻液啊！真是防冻液，是汽车用的吧？对，就是那种防冻液，可以用。来，我们往外走。这个水已经到街路上了，说明我们这个连通的是合理的。好的。啊，也就是这个水呢，它是不会进到那个游泳池里的。我现在用的是外置的啊，外置的档就是为了排水，不回到泳池。哦，所以就说为什么可以加这个汽车防冻液？它不进泳池，直接就排出去了。对，我们的设备安装完了呢，我们还有两个东西没有安装，一个是这个导流孔，因为我们排到水排到这个叫导流孔下方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拆掉，把它安装。就是介绍一个叫工具，就这个工具，这是可以放进去的。这段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哈，这个两个卡壳就能够旋转。对，这个是往里安装，然后呢，外边再有这个导流孔。那么这个就是前期用扳手扳的，给破坏了的，破坏掉了。这个灯，现在水很凉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安装它，就是在夏天天热的时候，再把这泳池灯安进去。我们可以在水下操作，也可以在水上操作。好，这就不着急了。对，这个就不着急了。我现在把这个电源给它 off 了。那么我们光排水呢，有点浪费了这个水资源。它现在水位很高，我们用这个排水的时候呢，可以做这个叫池底的清洁。因为池底在这个开春初期呢，它里边积蓄了很多杂物啦，很多灰尘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连通水管，加上底下的吸盘，把这个水管呢一点一点的续下去，让这个水管里充满水。一定要往里边要注满水。对，一节节下，这样的话水就是慢慢的它就进到这水管里，它注满水呢，你就这个叫形成这个水真空吧，这样很快就能带上来水。这一端呢，我们再用这个 vacuum 盘给它扣上去，电源连通好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水管注满水，扣到这个叫 skimmer 里边。我这手里有过滤篮子，过滤篮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你泳池里有大量的这个杂物，造成拥堵，造成阻塞。对，造成阻塞。那么这个篮子非常重要，就是你吸底的时候都要放这个篮子。经常检查有好处，但是呢，在开池的时候呢，要检查的要频繁，因为你吸上来的更多的杂质，所以说可能10几分钟你就要看一看。因为杂质量太大。OK， 我这个还算比较干净的泳池，有些人家的底下又有树叶，又有树果，就是很多颗粒在里边。我们现在连通电源去做手动的吸底。水在运行的时候呢，skimmer就形成了一种吸力。我们把这个水管呢
充满水。它这个水管的这个盘呢，它有胶圈的，那么就形成了密封空间。我们要快速的扣上去。好，这个水管里边就形成了空间。我们用这个杆子呢去吸这个池底，不要运动量过大，要慢点。看看大家看看，这个一上一下的，对，一点点走，一点点走，它就把这个脏物就吸上来了。它这个吸出来后，这个脏的是去哪儿了呢？我现在用的是外置的档，直接就排出去了。哦，因为就排出去了。对，开池的第一次呢，最好用外置的档，因为这个东西太脏，这个你要回到沙罐里呢，就是对沙罐就是你还得清洗沙罐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说，一点一点来，你可以一上一下的这么动，就是它能够把这个底下的脏物吧带起来。你现在能看到我吸过的地方，它就是变了颜色。它这种黄色的就是沉底的灰尘，沉底的这个叫水藻吧，冬天冻死的水藻。吸底呢一定要就是慢，要慢慢的走，以免把这个叫灰尘搅起来，搅起来它很难沉下去，因为经过一冬天呢，它是静止才能静止下去。你看我现在吸到这个慢坠的这个附近，这个地方很脏，因为它是最低点吧。看到了吗？大家看到了吗？我这一上一下的呢，就是让它这个叫做能够带起来它这个杂物，就能吸，用水流就能吸出来。我们在吸的过程中，现在这个档位呢可以调节为这个叫慢坠小一点，因为我们用skimmer往里吸，所以说我们加大skimmer的流量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慢最好不要堵死，堵死呢就是 skimmer 流水没有了，你慢坠还能够进水，它是水位的最低点，除非在关池状态。我们现在呢就是主要用 skimmer 往里吸水，这样的话就是吸底。skimmer 这端呢水位会一旦降低，如果低于这个 skimmer 这个孔的中位或者低位，那么你就会断流。这时候怎么解决呢？我用一根水管往里放水，哎，这个水管往里放水呢，就是保证你这个吸盘呢是有水的，不容易空气进去，不容易断流。大概咱们这个吸底的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？这个吸底呢，要根据你的泳池大小，泳池大呢，你就吸很长时间。我这个呢，我估计得大约个1小时到半小时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工作呢，就是连通设备，这个打通水路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是搞卫生的过程了。